在本教学中，你会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建立一个资料库。在过程中，你会学到最精华的现学现用的 Obsidian DataView 基本语法，并透过实例来了解 DataView 资料库运作的原理。嗨，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来到我的 DataView。没错，就是堪称 Obsidian 最强 plugin 的 DataView 的教学。这个 plugin 功能无比强大，不过大家最常用它来解决的需求是制作资料库。什么是资料库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笔记库中的笔记变成一张动态的大表格，每一笔资料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笔记。但是在 DataView 的检视模式之下，你可以针对不同笔记之间进行横向的比较，既美观又实用。但是 DataView 这个 plugin 因为功能强大，学习成本也非常的高。打开官方文件会看到无数的规则与语法，令人却步。于是这系列的教学就诞生了。我打算用4到5支影片来讲用 DataView 做资料库这个主题，主要分成2大部分：理论与实作。我们会从实作开始，让你直接做中学，直接开始使用 DataView， 之后再来讲理论，有系统地介绍语法和逻辑，这会让你对实作有更彻底的了解，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量身定做最好用的资料库。同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在实作篇我会分享的都是我多次实验后找到的最方便的、精简过的做法。因此，虽然 DataView 有着非常庞大的说明文件，整个实作篇要用到的语法的内容其实不到1张 A4 纸，但是我整个 Obsidian 笔记库中80%的资料库都是仅只靠着这1张 A4 纸的内容就完成的。只要学会这些，你也可以活用 DataView 来做笔记。我把这张 A4 纸做成讲义，用 Markdown 档案的格式送给你，并且用接下来的2支影片来解说上面的内容，同时告诉你所有重要的心法和细节。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建议你跟我一起动手做。一些语法的部分手动输入，担心打错字的话，可以直接从讲义复制贴上来使用。现在就去底下资讯栏下载档案，开始实作吧。首先第一步是安装 DataView 这个 plugin， 让我们来到设定，然后点选 Community Plugins， 再选择 Browse。 那我们甚至没必要在这个地方输入 DataView 来做搜寻，直接在前几名就会发现它了。然后就点选 Install， 给它一点时间。安装完成以后，再按下 Enable 的按钮，启动这个 plugin，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设定。接着让我们创建一则新的笔记，把它命名叫做 Books。在这一则笔记里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输入一些 DataView 的语法。首先让我们打3个 backtick。 那大家会注意到，在我们输入3个 backtick 以后呢，在下一行系统就自动完成帮我们再补了3个 backtick。 补充说明一下，这样子上下各自3个 backtick 包起来的东西呢，也是一个 Markdown 语法。这种语法叫做 Code Block， 程式码区块。 Code Block 的用途呢，就是会把被包在里面的东西以纯文字的方式显示。这边直接用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比如说我在里面输入2个米字号所包裹起来的 bold 这个字。一般来讲，被2个米字号包起来的东西，如果是在 Markdown 语法的话，它应该要以粗体显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却是以正常的一般的字体来显示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文字贴到外面，也就是没有在这个 code block 里面的其他地方呢，就会看到它正常的以粗体的方式来表现，而在这里面则是纯文字的。另外，如果我真的是使用在程式码上面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段随便的，这是一个 Python 的程式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 code block 上面这一行的3个 backtick 后面输入这一个程式码的名称，这是一段 Python 的程式码，我们就输入 Python 这个关键字，系统呢就会自动以 Python 这个程式语言的逻辑帮底下的文字套颜色。这对于软体工程师而言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那如果是一般的平常没有在写程式的使用者的话，或许就比较少用到 Code Block 这个功能。不过我们在写 DataView 的语法的时候就会常常用到了。现在让我把刚才示范的东西删掉，我们再来一次。我们一样打3个 backtick。 这一次呢，因为要写的是一个 DataView 的指令，所以呢，我们要在之前刚才我们打 Python 这个关键字的地方呢，改成打 DataView 这个关键字。输入了以后呢，我们换一行。首先呢，输入 table 这个字，这个呢就是告诉 DataView 我们希望等一下呢，我们要以一个 table 一个表格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资料。接着我们输入 from 空一格，然后打上双引号。到这里，这一段简简单单2行的指令其实已经有作用了。现在让我们把游标移开这个地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换一行的瞬间呢，我们就看到这边呢长出了一个表格，然后底下呢列了
1443个档案，而且每一个档案啊都是可以点进去的连接。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回头看看刚才的这2行指令，事实上就是在跟 DataView 说，第一个，请你给我一张表格，一个 table， 而 table 的资料要来自哪里呢？第2行说的，来自这整个 Vault， 整个笔记库。我们这边输入2个双引号，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笔记库的根目录。所以当我们把滑鼠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把这个笔记库里面所有的档案，总共有1443个档案，全部都列表在这边。好，那像这样的资料库很明显的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筛选出我们需要的资料就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在这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资料夹是一个叫做 DataView Demo 的资料夹，我们在这2个引号中间呢，直接输入 DataView Demo， 在点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DataView Demo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只有一个档案，就是 Books 这个档案本身。我们可以点开这边看一下，在我们的 DataView Demo 里面只有 Books 这个档案，所以它就把 Books 这个档案给列在这里了。那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如果把这里的名字改成 Templates 好了，那它就会帮我们列出 Templates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的档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装在这个资料库里面的所有的档案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然后呢，在这边列出 from 资料夹的名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料库，是列出了所有存在于某个资料夹中的档案。不过这个做法其实并不理想，因为这就代表你资料库的内容你只能很局限的全部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你还需要管理资料夹，有点麻烦。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直接分享我经过多次尝试以后找到的最方便的筛选档案的方式。另外先致敬一下，这个方法的灵感我是从 Nick Milo 先生的 YouTube 影片中得到的。So Nick, if by any chance you're watching this, thank you, you're inspiring. 我会把他的频道连结贴在资讯栏，有兴趣可以看看。那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个叫做 Books 的笔记，来新增另外一则笔记。我们会帮我们想要放入资料库中的每一本书都新增一则专属的笔记。在这边我以书名作为这个笔记的标题。接下来的步骤很重要，请跟着我做。我们按下3个短线，叫出 Properties 的面板，然后呢，我们要新增一个自定义的 Property， 我们称它为 in， 然后我们点选 Property 旁边的这个小 icon，选到 Property Type， 把它设定在 List 这个项目。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输入2个中括弧，也就是笔记连接的格式，然后打下 Books， 把这一则笔记连接到我们刚才所建立的 Books 笔记中。完成了这边的设定以后，让我们再次回到 Books 这则笔记。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当我们把我们的游标移动到这个由 DataView 所产生出来的区块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边的右上角有一个大于小于，中间有一个斜线的符号。而如果我们把游标移动上去，就会看到 Edit List Block 的文字提示，点击一下就会进入这一个可以编辑 DataView 本身的指令的画面了。那让我们在这边修改一下。那这一次呢，让我们把 From Templates 中的 Templates 文字删掉。我们再一次的要让 DataView 从整个笔记库中来抓取资料，但是呢，我们要新增一个筛选的条件。我们输入 Where E Contains 一个小括弧 In 逗号一个空格，然后 Books 的连接。而这一行指令的用途呢，就是 DataView 会寻找所有在 in 的这个 property 栏位中含有 books 这个值的笔记，然后把它拉出来。因此现在如果我们把游标移开这个区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点子都是偷来的这一则书本的笔记就被拉过来了。那为了说明得更清楚，让我们再新增一则书本的笔记好了。一样的，我们再次新增一个 in 的 property，然后把它连接到 Books。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方便的，我们刚才已经在 in 这个 property 中输入 Books 这个值，当我们把游标移到这个空格上面来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把 Books 跳出来。那我们想要套用这个值的话，就可以直接点一下。那当我们套用成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DataView 这边也及时产生了变化，第2本书呢也被抓到了这个资料库里面了。以上就是初步筛选，也就是从整个笔记库中把属于这个资料库的笔记们给抓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帮我们的书本资料库新增一些栏位，比如说我想要追踪每一本书的作者是谁，
那么我就在我的书本笔记中新增一个作者的 property， 并点选旁边的 icon， 把 property type 设定成 list。然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Austin Kleon。 接着再回到 books 的笔记，在 table 关键字的后面，我们空一个空格，然后输入作者这2个字。这时候再次点开就会发现，这个区块变成了一个像是有2个栏位的表格一样。首先第一栏是 Files， 显示了符合条件的档案的档名。第2个栏位则是作者。那上面这本书呢，因为我们并没有输入作者的栏位，所以它没有东西可以显示。到这里就完成了一个栏位的新增。那在开始新增第2、第3个栏位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Property Type。我们可以把笔记的 Properties 这个区块看成是一个一问一答的表单，这里是问题，这边的值是答案，而在前面点选这个 icon 所选择的 Property Type 则是答案的格式。选择用什么样的格式来记录我们的资料，在建立资料库上来说是挺重要的。那现在就来一一简介这6种格式。第一个格式是 Text， 它很简单，就是单纯的一串文字。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任意的文字内容。如果不知道要选什么的话，可以先选择这个。第2个则是 List， 列表。那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一个选择题，可以是单选，也可以是复选。比如现在这个格子里面就同时选择了选项1、2、3、4。那我们来到空白的这边，只要点到这个格子上，在其他档案中曾经被使用过的选项就会自动跳出来列表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直接用滑鼠点选的方式套用选项，一样可以选择不止一个的选项。第3个就是数字，这很单纯，就是输入一个数字，正数、负数都可以。第4个 checkbox， 我们就会得到像这样子一个可以打勾的框框，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打勾，或者是让它不打勾。也就是说，任何属于是非题的资料记录，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 property type。接下来则是日期，那就会得到一个日历，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选择任意的日期。日期与时间的话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日期搭配上任意的时间。这边的简介只是让各位大致有个概念，而后面的章节我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可以如何应用 Data View 的语法，针对不同的 property type 的资料进行筛选。等到看完后面的章节再回过头来，想必大家就会对于为什么我们要针对不同资料选择不同 property type 更有实际的理解了。那言归正传，我们终于要来帮我们的书本资料库新增栏位了。首先我想建立的是一个叫做持有状态的栏位，因为我所拥有的书有一些是实体书，有一些是电子书，还有一些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所以我希望追踪这个属性，这样在我的资料库上就有一个栏位可以一目了然地告诉我要去哪里找这本书。这个属性的话，它的 property type 很明显的也是一个选择题，所以我也会选择 list。那么点子就要秀出来，这本书我是持有实体书的，所以我就在这里输入实体书这个选项。光是在这边新增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这边的 Data View 表格上面，我们在作者这个栏位名称后面呢打一个逗号，英文的逗号，空一格，然后再输入持有状态这个栏位名称。当我们再把游标离开这个区块的时候，就会发现持有状态的栏位也被新增进来了。现在我们的表格就从本来只有2个栏位的表格变成了有3个栏位的表格了。在 Data View 里面要新增栏位就是这么简单。那因为另外这本书的这2个栏位都是空的，有点可怜，让我们回到这一则笔记来帮它新增一下好了。作者相同，持有状态也一样。而一旦在这边新增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边的 Data View 也跟着即时更新，把作者跟持有状态都显示出来了。现在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建立资料库的时候觉得最重要的心法，那就是我们要在资料库的页面上写下使用说明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直接示范给大家看。首先我整理一下这一则笔记，针对这个 Data View 的部分，我给它一个 H1 的大标题，然后标示为 Data View。在上面呢，我又再新增一个 H1 的大标题，然后写下使用说明。那在这下面呢，我就会写一份使用说明的文件，告诉自己这个 database 的功能是什么，记录资料的规则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资料库收集哪些资料，为什么要记录这些资料。我会在使用说明底下再新增一个 H2 层级的标题，制造一个栏位一览的区块，然后我用条列点的模式，把这个资料库要收集的各种栏位都记录在这边，作者还有持有状态。那关于持有状态这个栏位，它有几种可能的回答呢？我会先把它一律写在这边。首先可能是实体书，接下来呢，电子书的话，我有2个平台，一个是读墨电子书，还有 Kindle， 另外还有图书馆，可能是家里附近的图书馆，
还有 Hybrid 的虚拟的电子图书馆，还有第5个选项是未持有。大致上就是这些了。再来一点很重要的，我会注记这个栏位呢是一个必填的栏位，就是说我新增任何一本书到这个资料库里面的时候，这个栏位我都一定要记得把它填起来。同时我也会注明一下，这是一个可复选的栏位，因为一本书我有可能同时拥有实体书也拥有电子书。写这个说明最大的用意就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很久没有使用这个资料库，再次打开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当初创造这个资料库的自己脑袋中在想什么。所以像这样简单的记录一下有哪些栏位，这个栏位里面可能有什么选项，我们就可以理解自己当初创造这个资料库的目的，进而知道怎么继续去使用跟维护它。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新增一些需要的属性。这边呢还会新增一个叫做阅读状态，它一样的也是一个选择题。那这边呢在阅读状态的话，它可能就会有阅读中、想读、读完。那关于阅读中这个属性啊，其实我最开始刚创建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呢，我就只有给它阅读中、想读、读完这3个选项，而且是一个单选题，因为我想说一本书应该也只有这3种状态了。但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本书我有可能读完以后想再读一次，或是读一读觉得虽然读到一半但已经不想读了，决定暂时放弃它了。于是呢，我把这个阅读状态的选项改成了一个可复选的栏位，并且呢，我后来又新增了暂停中以及参考这2个选项。那每当我对我的栏位做出改动的时候，我也都在我的使用说明的栏位一栏底下呢进行相应的改变，这样我才知道该怎么使用自己创建的资料库。那这本书的阅读状态是读完，我们也把它新增上去。同时别忘了在底下的 Data View 我们也要把阅读状态的栏位放上来。接下来呢，我还想要新增一个备注跟 One-liner，这2个栏位啊，都会是一个纯文字的栏位。备注的功用呢，是我用来写明我想要对这本书做什么，比如想要买，还是想要收藏，或者是想要针对这本书的哪一个部分来写笔记。这一类的标注呢，比起点进书本的笔记后才看得到，更应该要在一栏的表格上面就直接可见，这样才方便管理。而 One-liner 呢，则是用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我目前最高指导原则就是阅读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有习惯做一句话总结这件事情，因此这个 property 也是一个横跨我整个笔记库相当重要的一个栏位。接着别忘了把这2个栏位也加入我们的 Data View 动态表格，就算是正式完成2个栏位的新增。接下来我要再新增一个 property， 是这一本书的封面图。我这边会分享给大家2种方法，各位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方法来使用。那第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省事一些的方法，我们在这里输入封面图，也就是栏位名称，然后呢，我们要输入2个英文的冒号，一个栏位名称再加上2个英文冒号呢，这个是 Data View 这个 plugin 特有的一种写 property 写栏位的方式。在这2个冒号之前的东西会被视为栏位名称，而在这2个冒号后的所有东西，只要没有换行，就都是这一个栏位中的内容。这种以2个冒号来表示，而且是写在档案内文而非 property 区块的栏位，就被称为 inline field。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图片给拖移进来，我们就得到了这本书的封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再回到我们的 database， 把封面图这个栏位名称也加进来，像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封面图的栏位，而且嵌入的图片也正确地被显示了出来。不过呢，这个方法虽然方便，但是有一个蛮明显的缺点，就是当我们觉得这张图片的大小太大了，像现在这样，它会占满整个笔记的版面。我希望它小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Obsidian 内建的语法，在这一个中括弧的前方，我们输入一个 pipe， 然后呢，输入我们希望的 pixel 的数值，比如输入300的话呢，它就会是横幅300 pixel 宽。那这一张图片就会变成300 pixel， 在这个笔记上面看起来是漂亮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来到我们这个 Data View 的格子这边，我们就会发现，现在这一张图片在这个检视模式之下，也被固定成了300 pixel 宽，这样就不好看了。那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多做一道手续了。我们不能直接使用这个简单的笔记内的栏位一石二鸟，我们要在这边另外新增一个 property， 它一样呢是一个文字属性的 property。然后我们叫它做封面图，然后呢，把这里嵌入用的图片档这一行文字呀，我们先把后面的300给删掉，复制这一行
包含了惊叹号跟中括弧的部分，复制过来贴上，然后呢把这边的封面图，也就是这个栏位名称给删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把这一张图片它的大小给调整一下，再次输入一个 pipe， 然后300，像这样。在笔记内文中，我们的图片就是符合我们希望的大小。然后呢，透过这个封面图的栏位呢，我们就可以让嵌入在 Data View 的表格中的图片呢，也是可以根据我们的版面大小而伸缩的状态。所以以上嵌入图片有2种方法，一个是我们直接使用 inline 的在笔记内容中的嵌入图片，第二个则是我们在 Property 这边新增一个封面图用的栏位，然后再贴一次图片的字串到这边来。这2种方法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单纯看个人喜好来做选择。那在我的资料库呢，因为我会比较喜欢这个样子，就是我可以自由地设定笔记内文中的图片大小，所以呢，我会选择第2种方法，新增一个专门的封面图用的栏位。那同样的，不要忘记，我们也要把封面图的栏位记录到这边。那么到了这一步，我们算是把这一个资料库的基本结构都已经架好了，接下来就要开始填充资料进来。那为了方便快速地填充相同格式的资料，我们当然就要用到，你猜到了，模板。现在我们就来帮这一个资料库建立一个专属的模板吧。不过在做这件事之前，我先在最后地整理一下这一则书本的笔记。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啦，我会在笔记的下面用一个 H1 大标题写 Notes， 底下呢就是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杂记任何东西。然后呢，在笔记的中间偏上这一段呢，会是这一本书的基本资料，所以就包含了封面图。另外，我有时候也会把一些我几年几月几号开始阅读啊这样子的资料给记录在这边。然后最上面这个区块呢，会是我用来写 summary 的地方。那这边呢，我可以用一个 code block 的格式稍微加注一下，像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我希望我的读书笔记的样子了。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一则笔记。我们点选笔记右上角这3个点，然后选 Reveal in File Navigation， 我们就会在侧边的资料夹的阅览模式下看到这一则笔记。在上面按右键 Duplicate， 我们就会得到这一则笔记的复制。然后呢，我就会把它设定为 Books Collection Template， 然后我们把这些格子里面所有非通用性的内容都删掉，只留下这个一定要存在的 in books 这一项可千万记得不要删哦，因为要是删掉的话，这个档案就不会被我们的 Data View 抓到我们的 books 这个笔记上面来了。然后呢，这边这张图片也把它删掉。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漂亮的空白的模板。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则模板笔记移到 template 的资料夹里面。补充说明 templates 的用法，要是你还没有打开的话，我们来到设定，然后 core plugins 这个选项，确认 template 这一个选项有被打开。template 这边要把它打开，然后来到旁边这里，再点到 templates， 然后在 template folder location 这边，我们要确定这里我们输入了 templates 是我们的模板资料夹的名字，然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笔记库中也有一个叫做 template 的名称的资料夹。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一则 book collection template 的笔记移动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使用快捷键 Command M template，按下 Enter 就可以移动进来了。那么新增完这个模板笔记是很好，但各位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 Data View 里面，这个模板笔记它也被抓进来了，这不是我们希望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一则笔记从这一个 Data View 的阅览画面中排除呢？让我们再次点一下这边的这个按钮来编辑这个区块，然后这边我们要新增一个筛选的条件来排除所有在模板资料夹里面的档案。我们来到这个程式码区块的最末端换一行，接下来这句语法你可以从讲义复制贴上。那这边呢，我也直接用复制贴上的方式。加上的这一行条件的意思就是它的档案路径，也就是 file.path 里面呢不可以包含 templates 这个词。要是你的模板资料夹的名字不叫做 templates 而叫做模板的话，你就把这个双引号里中间的这个单字改成模板这2个中文字就可以了哟。那进行过这样子的修改以后，我们再次点开，我们就会发现很好，我们的书本的档案都还是在，但是呢，我们的模板档案就不会在这个 Data View 上面出现了。完成模板以后，让我们再补充一下使用说明。首先，我会嵌入模板档案的连结，这样要是日后随着资料库的改版需要修改模板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透过连结找到档案。
档案的命名规则我们也注明一下，针对这个资料库，我会把书本的书名夹在2个书名号中间，一律这样来命名所有的档案。这样的使用说明等于是留线索给未来的自己。现在哪怕我就这么直接暂停工作，1个月后再回来，都已经忘记当初创建资料库的自己在想什么了。这个时候只要看着这一份说明，我就还是知道要怎么填栏位，怎么把书本放进这个资料库里面。现在就开始新增资料吧。让我们新增档案，以书名作为档名，并按下模板快捷键，套用 Books Collection 模板。接下来就是简单的填表格了，依序填上作者、持有状态、阅读状态，备注并没有就留空，再把 one-liner 也填上，再把封面图拖入笔记内文基本资料的区块，再把嵌入图片的字串复制贴入封面图这个栏位中。如此又完成了一本书，配合模板速度就加快了非常多。那让我们再新增一本书，档案、档名、套模板、填表格一模一样的流程。而这本书比较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基本资料这边，我会补充记录出版社、出版年份这些资料，这样出门在外想跟别人分享参考资料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接着一样插入封面图，填好封面图的资料栏位，然后是需要用 pipe 符号来调整图片的大小，这样就完成了。而每新增到一个段落，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这边的 Data View 动态大表格，来确认是不是所有必填栏位都有填满。继续下一本书，到这里流程应该都变成反射动作，没有问题了。这边补充说明一点，各位或许有注意到，在作者这个栏位，有些作者的名字是直接以文字书写，而有些作者的名字则是以档案连结的格式夹在2个中括弧之间。差别在哪里呢？主要是如果针对作者本身，我有想要再进行研究的话，我就会再针对作者这个人创造一则笔记。因此在这个栏位中，我就直接把这个笔记连结丢过来。那如果没这个需求，我就会让作者名字保持纯文字的格式。而所有的关于作者的笔记呢，你猜到了吗？没错，它们合起来又是另外一个人物的资料库。所以透过在栏位中填入笔记连结，其实我们就实现了交叉比对2个资料库的功能。如果各位用过 Notion 的资料库，这实际上就跟 Rollup 一样，只是它的原理比 Rollup 单纯了许多。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继续把这本书的内容给填完。实际上在架资料库的时候，我们的资料栏位不可能一步到位，往往是新增了好几笔资料之后，看到资料之间的共通性，我们才会想要新增某一个栏位。比如现在新增了几本书以后，我发现我的藏书里面生产力的书还不少，另外我也喜欢看心理学以及文学类的书，这时候我就希望可以帮我的藏书按照主题做分类，之后就可以有一个检视模式，是列出我所有的生产力书籍，另一个列出我所有的心理学书籍的。因此我就要帮这个资料库再多新增一个资料栏位，叫做书本类别。然后一样的，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栏位的规则，并且记录在这边。首先这个栏位是非必填的，因为我没有打算帮所有的书都分类，我只是想把我常用的几种书单挑出来而已，其他的书都可以是未分类的状态。同时它也应该是可复选的，因为一本书可以有很多个主题分类。接下来是这个栏位可能的值，这里就要看各位的藏书状况了。以我为例，我会特别想挑出来的书单就只有生产力、心理学和文学，当然也会读其他主题的书，但对我而言就没有那么重要。我不会特别需要把它们挑出来检视的时候，我就不会新增其他主题的选项。这也是一个技巧，在建立资料库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以为用得到而新增太多的栏位与选项。一开始呢，一切都以少为原则，并且我们要记载在这边，等随着使用发现需求再来添加必要的栏位跟选项，如此这个资料库才会是实用的。那设计好这个栏位的规则之后，我们就来到个别书本的笔记，实际把这个栏位加上来。也别忘了这是个选择题，所以给它 list 的 property type。然后这是一本文学类的书，也顺便填好。下一步则要把这个栏位加入我们的 Data View 动态大表格之中。那关于栏位的显示顺序，我希望这个类别栏紧接在作者栏后面出现，所以我就把它插入在这个位置。也别忘记所有栏位之间都要用英文逗号分开。那完成修改点开，就可以看到表格中多了书本类别的栏位。同时透过表格的检视，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前面这几本书都还没有书本类别，我们就可以来帮它们加上。可以直接在表格上对着档名的这个连结，按着 Command 点下去，
就可以在新分页中打开这一则笔记，然后就可以新增书本类别的栏位，只要打一个书字就可以找到它了。这本书的类别是心理学，我们用手打新增这个选项。其他则笔记也用同样的做法都完成栏位的新增，但这时候别忘了，刚才只有修改已经加进来的书本笔记，还没修改模板。这时候这个连结就很方便了，我们直接点选来到模板档案，把这个栏位也加上来。到此添加新的资料栏位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新的模板继续添加书籍进入这个资料库。现在新增书本告了一个段落，让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的成果。我们建立了一个书本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有7个栏位，收集7种不同的资料，分别列在这边。然后我们又利用模板的方式，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新增了9本书。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7×9的动态的大表格。光是看着这张大表格，纵观我们的一本本藏书，其实也很赏心悦目了。不过 DataView 的能耐远远不止这些。下一支影片我们就要进入 DataView 的醍醐味，设定不同条件，筛选特定资料，为我们的资料库新增各种实用的检视模式。在下支影片上架前，你可以多玩一玩这张大表格，新增几本你的藏书，思考一下你会需要什么栏位。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哟。那么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